go. Tippy top. Wait. Hold up, Q. Yeah, feel like I'm at the tippy top of my game, looking down at the rafters. I had to son these boys, can't leave them bastards. A lot of dudes, just some undercover actors. I don't fall for it, I'm privy to all your tactics. Yeah, so try again, this time take a vitamin. Yeah, invite them in, welcome to the Lion's Den. And I'm Mufasa, big boss in charge of. Coming in like a bull, you see me raising the stock up. 我有点害怕，我有点紧张的。我紧张，对，不晓得不习惯看着那个镜头。买这台车，因为其实我最早之前是真的是看 Suzuki 的一台叫做 SV1000。哦 ，SV1000，它是双缸的。但是后来就是有去问人家之后，他说因为那化油器，然后现在都已经是喷射了，所以你在维修方面会比较，再加上它没有那么像 FD1这么的热门，还有零件这样，所以后来，可是那时候我其实不知道这个车，后来是那个车行就说，我就说那你有什么可以推荐，然后马力比较大的车子，然后他就说那你就买 FD1，然后我说 F1 长什么样子，然后就上网去查，可是就刚好你就是 po 文嘛，然后询问的时候就有一个大哥刚好要卖。然后那时候他卖的比市售行情低了3万块。是什么时候买的？这个持有差不多2-3年，差不多2年前多啊，现在已经2年半，差不多2年前半多的时候。然后反正就约了嘛，就直接坐车去亚东医院那边，刚好就是可能在板桥过这样看一下。然后大哥也直接跟你讲哦，我这车现在就是这样哦，我也比市售少了3万块，如果之后有问题，我现在就是现况售出。对，然后后来反正我就。通常你看嘛，那大概绕个几圈，你也不可能说还没有确定要跟人家买的时候，你给他乱抄或什么的，就大概起来 OK 好。然后大哥也蛮傻逼的，他就问我说：“你身上有没有装备？”然后他说他给我，可是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想要装备这件事，但他就意思就是又塞了一件防摔衣的那个太极的防摔衣给我。现在也没什么在穿了，然后反正就这样就过了。然后过了之后呢，就是噩梦的开始啊？为什么？因为要修的很多，毕竟你车的年纪比较大，对。然后那时候轮胎是有省，因为轮胎有换掉，对。然后整体上引擎上座的部分有重拆过，所以引擎没有什么问题，对。变速箱也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后来就是电系、水系，然后点火。全部都换了一轮，但是我那时候其实心里就有预算，原本就有考虑过整理30万，含车价，但是我输了，对，你要整理到你心目中的样子，大概再乘1倍就可以了。对，如果你要玩到有一定的水准的话，对，大概是这样啊。大概有换了一轮，你也比较好知道说你的车况现在是怎么样，对吧？能换的你也好找。对，那现在目前这样。也算是快要完全体了吧，应该有个85%这样，对，可能剩下一些自己想不想换，就是说，比如说全段的排气管或者是锻造轮框，这样子，对。所以是先把引擎、变速箱整理这些东西，我建议之后，老车最好是保养的先整理起来，因为你如果先改，然后突然又有东西坏，你要整理的时候，你会玩得很不开心。这台车说实在的。大概吊掐好像2次3次，2次，一次是电系，就是发电线圈烧掉，对，然后第2次就是水泵补爆掉，就满地了，对，那没有办法，那个你老车一定会遇到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接手老车要有一点点的时间，然后有一点点的耐心，但当然最重要还是有钱嘛，有一点点钱，对，自己也要懂一点车子的知识。对，大概是这样啊。然后整体骑起来的话，我觉得这台车就是你问差不多10个有9个应该会告诉你说 F1 属于能文能武的车子。可是如果你说要跟正统仿赛比，毕竟它还是大街车。对。那你如果说骑街车舒适，那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像功能车或者是那种嬉皮车还是什么的姿势那么舒服。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你想要多一点的话，我觉得这个车你可以接受，就是 OK。比街车再运动一点。对，但是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它可能温度稍微低于杜卡迪那种车，就是它温度很高，你要习惯温度很高这件事情，对，所以会很烫。对，会很烫。对，不管是造纸的 S 版、驴跑版还是这种街车版。都很烫。
我看他是写他用 R1 的引擎，对，再去调教。对，大概正常怠速温度大概105啊。大部分人骑车的话，应该有骑性能车应该觉得还好，因为骑杜卡迪大概怠速都要在115左右上下。对我有骑过，我觉得那不适合我。对，当然选这个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其实我有去租过防晒的，然后我个人工作跟腰有受伤，所以后来还是选择街车。这台车中间有一个时期有改过成分离把。哦，真的哦。对，然后那时候Josh哥就是有跟他讨论这件事情，但是后来就是要切除这个灯罩，因为你分离把要下来的话会卡住，会要切除灯罩，但那个就已经是也算大工程。对，就是那你就不能后悔啦。然后后来因为那个没办法下来嘛，所以变锁在上面。但锁在上面之后，你的避震器降得很低，那个车变得很神经质，不太有气。可是你在那个连续弯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像台600，非常灵活。对，因为你降到你的脱衣距离非常窄，你的轴距变短了，然后非常灵活。可是你降很低之后，就很容易去磨到。对，然后对人的负荷也会比较重一点。对，后来这个后来大概3个月前左右吧，才换回驴罗马的街车吧。对，然后稍微习惯一下特性，因为你原本那个趴很低的情况下，你开同样程度的油门，对不对？它不会狗链，所以你现在拉上来，重心往后，吹一样的油门就会，所以要缓一点，或者是油门深度不要这么大。对，那整体如果是我现在身体的状况，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骑啊。车又改回来，就不用那么对。其实走到最后，你会觉得这个车最后会回到它的原始设定，它是节操，还是偏实用性。对，但我那时候很喜欢那个趴的感觉，就是上去就是很战斗。然后还有一个优点是什么？降低了之后脚可以双脚踏地，这个安心感是很棒的。对。但为了要骑得长久，对。如果有符合我刚刚说的，你有点耐心，然后会需要会花一定的钱，因为这个车它的残值其实剩个位数了。说实在，大家会觉得入手很便宜，可是东西换上去，先不要说料钱这件事情，工钱就很贵了。对啊，那你实质上如果你认真讲，这个车假设现在大概可能10万内嘛，那你可能就要准备个20万。我觉得20万大概是至少不用那么担心，但是没有到完全体哦。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去像那些新车这样在做一些竞技的话，就预算就是要再拉高。那如果认真说要不要接手这台车的话，现在零件是有比较少。如果你会自己去国外的网站，淘一些零件的话，会比较好一点。也是可以叫车行帮你叫的，但是就是不一定是你喜欢的。对啊，因为这台车在网络上的查的资料我觉得也算是蛮少的。对，现在毕竟有时候东西就是这样，经典3代就很像4轮的喜美一样，3代之后东西还是有，但是逐渐就变少了。就这台在 YouTube 上，如果打 FZ1，然后它出来只有超技人的那一支影片，其他都是外国。对，对，就是这样。对啊。